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血管健康状况也会在所难免的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最常见的莫过于高血脂了。高血脂虽然在出现初期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比较明显的影响，但是随着病情的发展，会对病人的血管造成严重的伤害。很多人不知道，血脂异常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所以说，高血脂也是一种必须引起患者注意的疾病。众所周知，病从口入，高血脂的出现和人们平时不正确的饮食习惯是密切相关的。很多高血脂患者认为自己在平时一点肉都不吃，吃的都是素食，那为什么还会导致血脂浓度升高？63岁的王阿姨非常的注重养生，从55岁开始，为了控制身体油脂，慢慢的转变成为素食主义者。最近的一次身体检查，体检表显示王阿姨的血脂超标。王阿姨很是不解，自己明明都吃素了，哪来的脂肪？经过详细的询问，医生了解到，王阿姨有个饮食习惯，就是每天吃几大勺自制的营养餐，用新鲜的芝麻、核桃、杏仁等的坚果，再加点红糖，打磨成五谷营养粉，非常的香又有营养。王阿姨基本每天的早餐都要吃一碗。坚果虽是素食，但它的油脂含量也是非常的高，再加上王阿姨的饮食结构不平衡，种种因素让血脂升高。在控制血脂的这件事上，很多人都像王阿姨一样犯了误区，但结果总是事与愿违。吃素真的可以防止高血脂吗？提到高血脂，不得不提的是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季老先生，他长期的从事中医、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以及老年医学的研究。在他60多年的从医生涯当中，对于血管问题，陈可季院士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大家的印象中，长期吃肉类等的高油、高盐、高脂肪的食物会增加患上高血脂的风险，但是陈老并不这么认为，长期吃素也会导致高血脂的发生。1963年，在陈可季的倡议下，西园医院心血管病的研究室对当时尚健在的年龄在63岁以上、素食史达14到72年的北京各试验中的生理的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心脏病、血脂水平以及中医症候特点进行研究，是有同龄之对照组。结果证明，长期过分严格的素食和膳食质不平衡，可致内源性的脂肪代谢障碍。虽体型未必肥胖，但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并不降低，因为人体当中的胆固醇只有1/3是从食物当中获取的，其中大部分都还是通过人体自身的肝脏来合成的。就算是长期的吃素，人体也可以合成大量的胆固醇，从而诱发高血脂的出现。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虽然很瘦，但还是出现高血脂的问题。其实，想要预防高血脂问题，个人的习惯是很重要的，不仅是需要控制饮食，也需要多进行身体锻炼，同时戒掉抽烟、喝酒等的不良习惯。只有这些方面都做好之后，才能够避免高血脂的问题。92岁的陈院士研究血脂60多年，劝告除了肉，以下这3种蔬菜也要少吃。3. 控制高血脂，竟然要远离这几种素食，因为不良的饮食习惯会导致高血脂发生的重要因素，而且高血脂有可能会给人体的健康带来巨大的伤害。所以说，很多高血脂患者都会尝试通过控制饮食来控制高血脂的发展和恶化。但是很多朋友对于控制饮食的概念还停留在不吃肉上，实质上有几种素食如果经常的食用，也可能会导致患者血脂失去控制。首先我们要说的是土豆。土豆这种食物很容易让人产生饱腹感，而且很容易进行烹饪，所以很多朋友都喜欢食用土豆。
但是也许令大家都想不到的是，作为一种素食，土豆竟然是一种可能会导致高血脂发展和恶化的食物。和别的蔬菜相比，土豆中的碳水含量非常的高，碳水化合物在被人体吸收的过程中会释放出大量的热量，这些热量会导致人体中的甘油三酯含量的上升，进而引起高血脂的发生。而且土豆往往不会采用比较清淡的烹饪方法，无论是煎还是炸，都会使得这种食物的热量进一步的提高，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和别的蔬菜相比，土豆是一种浅色的蔬菜，这意味着土豆中的胡萝卜素的含量非常的低。胡萝卜素是一种抗氧化剂，当人体缺乏抗氧化剂的时候，人体中的脂质物质就会因为氧化而被免疫系统攻击，加快这些脂类物质的沉积速度。所以对于高血脂患者来说，土豆并不是一种理想的食物。2. 茄子。茄子也是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的蔬菜，茄子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适合大部分人食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茄子并不适合那些高血脂的患者来食用，因为茄子的内部结构非常特殊，茄子的内部多孔而蓬松，在加热了之后，茄子在收缩的过程中会吸收大量的油脂，而食用茄子的人在摄入这些油脂之后，会有很大的可能性导致人体摄入的脂肪过多，进而引起了高血脂的发生。3. 花生。除了茄子和土豆，还有一种常见的素食可能会导致血脂失控，这种食物就是花生。花生虽然个头小，但是脂肪含量可不低，花生中的脂肪含量可以高达其营养物质总量的 40% 到 50% 之间。一般来说，一个身体健康的成年人每天食用的花生米的数量不应该超过16克。但是大部分人在进食花生的时候，并不能做到将自己每天食用花生的量控制在这个范围以内，而且花生的烹饪方式往往会离不开煎、炸等的手段，这些烹饪方法往往会使油脂含量本来就非常高的花生变得更加的不健康。尤其是对于那些高血脂的患者来说，食用花生对他们控制血脂是非常不利的。4. 5种食物可以帮你降血脂。1. 苹果。苹果之中含有非常丰富的果胶以及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 C， 因此它具有可观的降低血脂的功效。苹果降低的是人体低密度胆固醇，从而让保护心血管的高密度胆固醇得以升高。2. 葡萄。葡萄当中含有的白藜芦醇是自然界之中降低血脂的天然物质，大量的动物实验也证明了它具有降低胆固醇以及防止血小板聚集的作用，因此血脂高的患者吃一些葡萄是非常有益的。3. 山楂。黄酮类的物质能够扩张血管、调整血压以及降低胆固醇的作用，而山楂中则含有非常丰富的黄酮类物质，因此多吃一些山楂也是可以有利于降低血脂，特别适合血压紊乱者食用。4. 洋葱。虽然洋葱可能很多人不是非常喜欢，味道比较重，但是对于降低血脂还是有很好的保健作用的。5. 薏仁。薏仁主要是降低体内的血脂血糖，可以促进机体的代谢，并且薏仁中含有很丰富的水溶性纤维，能够改善便秘，清除身体中的毒素。高血脂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一旦发现自己的血脂异常，绝对不能坐视不管。治疗和控制高血脂，控制饮食很重要。在控制饮食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某些素食也是对患者控制血脂有着不利影响的。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制作视频不易，朋友们，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